来看看今天的比赛的吧。今天啊，咱们做的这个视频呢，其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转型视频啊。是让这个咱们看到啊，这个传说中的是啊，这个关键是宝宝心里苦啊，对吧？啊，你说，但是宝宝不说，你是怎么整的啊？是吧？其实呢，这个现在啊，灰灰呢，他是，他呢是正在练这个七家社。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他跟这个老 K 打的话呢，他主要呢就是针对于大门，但也不是说针对于老 K 的啊，针对于老 K 的大门。其实老 K 大门只是代表性的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大门。那他选这个七家社呢，哈，我是这么看的啊，我是这么看待的。他如果选择八神这个七家社和大猪这个排列方式，很可能会打不到大门，因为本身呢七家社打大猪不好打。他如果选择八猪这个七的话，七家社是没有气儿的，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留气儿的。所以说这个七家社呢排到最后一位啊，也是非常嘚儿，你知道吧？啊，就是然后打大门的话没有气儿也打不了，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就1v1的性质来讲，就是上来就跟街霸模式似的，选一个人，一人选一个人，然后上来打。那样的话，我觉得七家社合适。但如果说这么3v3的模式的话，他这个组合完全是白扯。反正我觉得是白扯。当然呢，事实证明啊，也确实是白扯啊。不过最近的灰灰也是回来点啊，他跟这个老 K 呢打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比赛啊，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应该说是赢的稍微多一点了啊，甚至是连续3天都有赢绩啊，有一天是打平啊，因为两个抢20嘛啊，然后结果呢昨天又输了。这关键是宝宝心里苦啊！这个最近呢，我小狼啊准备想招一个这个经纪人啊，唯一要求是必须要姓宋啊，就这个事儿我不说谁知道？太苦了，真事儿啊！我说小狼，我说爱上了一个校花，可是我头上全是草原，你说这多嘚儿啊！啊，咱们先别扯了啊。目前呢是第1集上来这个东京热呢，很多人不了解。东京热呢，其实啊，它名义上呢是这个叶枫的徒弟，但是呢，咱不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他的进步啊是非常大。严格来讲呢，作为就是高手的徒弟啊，可能一般来讲呢，打到最高水平也就是一个2线。但是呢，这边这个东京热啊，他玩的这个巴赫马的这个技术啊，我感觉是已经达到1线了，所以说非常值得称道的啊。这也是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徒弟，就是当徒弟啊，然后打出自己风格，打出自己水平的。你可以看到他手法、距离把握啊、节奏啊都还不错，而且你看这个重手前引手，如果要是接反手的话，肯定是接不上的，只能接反腿玫瑰，这是最远的一个指令头。这样的话呢，就来到一个可以翻盘的机会。但是很多人问啊，说这个七家社如果打这个大门好打的话，这个打玛丽好不好打？我想说呢，打玛丽和大门都不好打。这个原因是对方有气儿的话，你就不好打；但是对方没有气儿，哪怕你也没有气儿，你就好打。因为这个七家社人拳脚非常赖啊。第1局上来可以看到，灰灰呢是获得了一个。一局的胜利。这一局呢，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七家社啊，这个主要是因为自己最开始的这个第一个人物八神啊玩的比较不错，打成了一个1v3的模式。龙二呢虽然说白扯，但七家社最后呢还是没有给玛丽任何的机会。龙二这个人呢，很多人说灰灰会玩龙二吗？我想说灰灰只能说会，他玩的不是很好。因为龙二这个人啊，按照我的理解呢，龙二这个人呢属于那种，这么跟你解释吧，属于那种就是他自己都不怎么会打，就别人选龙二他打他不怎么会打啊，不能说打不过，但是他不怎么会打。他自己玩呢，曾经有一阵玩的还不错啊，曾经有一阵他外号自己是贵州阿星，说是麻烦开箱的时候呢，还是挺牛的啊。然后呢，选龙二的话，其实我感觉他这个选龙二主要也是为了让七家社有气儿。七家社的话要气儿的话呢，主要大家伙懂的啊，这个龙二给七家社可以留，就跟八神给七家社留是一样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家选的是巴赫马组合，如果你2个人八神打的差不多，千鹤和龙二一碰，那你龙二肯定是死，而且本身你的龙二上来肯定是没有气儿的。所以说我觉得灰灰挺扯啊。好的，下盘2点接步战，但是距离比较远。哎呦我去！这个太贪了。秦月音过来最稳定的不是直接下重手接步战，而是前下轻腿下轻手接步战。他这个还是有点着急了，因为下重手能多打点血啊。这个但是很可惜吧，我觉得就是灰灰给他机会了，没把握住，这不能赖灰灰是吧？啊，当然呢，很多人说小狼他俩的差距有多大？他俩的差距啊，我这么说吧啊，他俩的差距应该是差整整的一个档次，一个大档次啊。
你这就是完全就是差太多了啊！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东京热发挥呢，这次比赛发挥还真是不错。大家伙可以看到一些让灰灰也都非常无奈的玛丽的发挥，包括一些赌招。你像这个升龙，完全是通过经验。当然呢，这个可能我不能说作为称道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个重手完成之后直接出升龙呢，其实呢也不能多练。你练一次呢，对方中招；练第二次可能又白扯了啊。好的，能量闪现一个麻了个蛋。看来啊，这个东京热这个玛丽啊，也是给灰灰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啊。这东京热玛丽可能是不怎么害怕对方的八神，尤其是对方一个1v3面的八神啊，因为玛丽肯定是有气儿的。麻了个蛋，好的，看看再起身压制，前贴过来重手，反应速度快的话可以直接摇升龙取消，然后直接空中夹下来，然后再次的一个走动的爆抓，这是两个人同时摇出指令头。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龙二啊，它是咱们看一下这个龙二呢，应该是没有在压键上啊没有占到优势，也就是说两个人同时按住手的时间呢，还是玛丽稍微长一点。好了，跳 C 过来，直接一个玫瑰。这一局东京热的这个东京热的玛丽啊，还是比较奔放。能不能再打出一个这反正现在是翻盘，看翻盘局面，但是能不能再翻盘我就不清楚了。咱们看这边跳地过来，前跳 C， 好的，这个跳跃重手这是太赖了，站壁一脚，回身一踢。其他射就是利用自己的其他射，如果打拳脚的话，玛丽肯定是吃亏的，因为他全场脚长，打血量呢也是其他射多。指令头方面呢，除了玛丽的必杀之外呢，这个其他射还是合适的。好，这一局一个搓地板，东京热呢好像他一旦啊这个灰灰一旦归起来的话呢，东京热应该是没法玩。大家伙可以看到啊，刚刚灰灰呢可能打的稍微奔放一点，然后啊就被这个东京热啊就是打的要翻盘，甚至是一度占领优势。可是灰灰突然发现啊，我该归了啊，这个没办法。如果对方是大门的话，那更应该归；对方是玛丽的话啊，这个不归也不行。但是对方如果要是红丸，其实打这个七家社啊，我跟你讲，打七家社的话，用红丸、大猪，哎，都还算是比较好打。红丸的为什么好打呢？因为红丸啊，就是你要说全场脚长的话，红丸这人不怕他。在空中的话，红丸的这个小空投啊，或者说一些小升龙啊，对于这个龙二的压力还是很大，包括正摇手。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拼指令头还是白扯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东京热啊，他这一局他连续的3局看没看见啊？八神基本上都是送，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啊一线跟这个 S 级或者说一线跟2线的区别，就这种区别啊，在八神身上就能看出来。八神这个人物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不会玩八神的人，只有玩的不好的人。你像玩八神，你比如说你像包王玩八神，包王玩八神可能玩的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不会玩。知道吧？就是说，就你比如说像包王，他这个包括包王、华阳，以他们玩八神，就你随便找一个2线啊，估计打他也不好打，啊，这你也打不了，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厉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灰灰一旦一爆发起来，这个八神啊跟疯子一样啊，疯狗般八神。前跳 CD 过来，漂亮，直接搓地板，搓地板之后呢，再一个前跳地回身，站壁背刚，直接的一个架招，感觉有的时候赌这个架招啊。既然说赌架招，那就真的是赌了。升龙下扣，回身一个腿把。这个打八神、克里斯、大猪、千鹤，像这种类型人的时候呢，其实升龙啊，如果对方剩的血不多，这个恰巧啊是马上要到角落，还没到角落的时候，可以选择接上一个玫瑰。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打其他人可以，打八神不行。八神如果纯在角落里的话呢，他起身摇这个萧峰，你是要吃亏的。但如果要说这个马上快要到角落了，还没到角落的时候，你一个升龙落地直接玫瑰，因为他指令头没有你远啊，那确实是比较憋屈。好了，站壁落地一个爆炸，麻了个蛋。灰灰这个龙二基本上属于白送啊，感觉啊，哎行，反正呢说是白送呢，也就那么回事。然后看这一局是0-3的比分啊。主要呢，这3局都是灰灰的八神发挥的好，然后呢，七家社收尾的时候呢也是捡漏，因为毕竟啊，这个对方也是比较残啊，再加上七家社本身这个人呢，如果要是对方七家社就不怕对方血少，而且一旦把对方打倒，起身压制，七家社是最厉害的。他有非常几个变态的招式啊，原地跳啊，比如说跳 C， 跳重腿，然后呢站重腿，这都是特别赖的啊。跳轻腿还可以打强制转身或者是强制逆向，啊，强制转身啊是吧？逆向就无所谓了啊。掏裆手，指令头之后起身压制还狠，还有一招呢就是反摇手啊，反摇手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抓头。然后他这一局，东京热八神是
稳住了心态，因为在连输3局之后啊，你看啊，还是要在八神上找文章啊。其实八神这个人物呢，如果你待会儿都会玩的话，那么就得看谁反应速度、心理素质啊，包括一些套路上的问题。你看这一局的话，灰灰明显就是在进攻的方面上啊，有点太过于张狂了啊。手前一手发波，下臂站臂，好了，站住腿过来。龙二好像有点怂啊，跳地，哎，这个跳中腿呢，主要是为了抢空，然后呢，并没有抓住萧峰，出腿的时间太早了。掏裆手过来下盘起手，再发波一点，左右站地，好了，回身一个直接的至尊头。这样的话呢是0-3的比分，然后龙二呢是干掉了对方的第一个人物八神，但是呢剩下血比较少。让千鹤打龙二的话，龙二是真没招啊！我感觉就是，除非是相差有点大，正常来讲呢，就是千鹤就是克龙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龙二啊不想用龙二这个手，就是有很多人玩龙二的人想要放弃龙二，就是因为现在选千鹤的人多啊，而且千鹤排2的人也多，比如说巴赫马、巴赫门。排到第2位的话呢，龙二呢就算侥幸赢了八神，然后呢打千鹤也不好打，而且千鹤打龙二的时候呢，千鹤气儿长的速度非常快，你看但凡一打龙二，千鹤的气儿就果断是满的。但是当然呢，选龙二呢就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如果你要选八神，那你龙二，那你怎么排人就看你的了，反正早晚有一个留不着气儿的。咱们看这一局七侠社，七侠社刚才的一个角落的反摇手啊。反摇轻手抓的还是可以的，很多人说那个反摇轻手和反摇重手，一个距离远，那个距离远的话，那招有用吗？其实严格来讲也有用啊，有的时候呢啊，确实，分打什么人儿，起身速度慢呢，包括一些这个比较臃肿的人啊，也可以用，但是呢也要卡住一个好位置，压制起身那种啊，就是比较安全的抓头。好的，跳 C 过来跳地。玛丽这个人啊，打七侠社，咱们看一下，他开局爆气呢，主要是为了打爆发，现在只需要一个爆发就可以，但是能不能爆发住啊，就很憋屈了。咱们看这个七侠社一直跳来跳去，跳 C 过来轻手摸。现在呢，玛丽呢，如果轻攻击算的话呢，打不死这个七侠社，这是最憋屈的一点。好的，又是死在了冲锋的路上啊，一个搓地板。这一个搓地板呢是没搓明白啊，一个搓地板呢瞬间是。搓到了对方脚底下，让这个七侠社抓住了这个脉门啊！七侠社呢也是连续了2次利用这个跳中腿打对方搓地板啊，确实给欺负懵了，你懂的啊。好了，看看现在2个八神，跳臂原地起跳 C， 重手出葵花3式。哎呦呦！这东京热这一局啊，八神跟疯狗一样漂亮，直接把对方打晕，这个不会有人出来救的啊。龙二呢肯定是妥了啊，是狠啊。好了，看看现在梦幻开局啊，因为说4-0之后呢啊，这个你可以看到灰灰呢，这个还是有点什么呢？有点按照正常的路子来打。而这个东京热呢，我之所以就觉得他是这个值得称道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不是居于套路型的啊，他属于那种就是什么呢？属于那种用脑子在玩，他可以随时根据别人的东西去变化。但是当然呢，对于格斗的理解可能照 S 级别还差一点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一局啊是一个1v3的局面，而且我感觉灰灰这个龙二是真狒狒啊，这个龙二真不像他2012年的时候龙二，2012年他玩龙二的时候，但是传说中的号称贵州阿星麻烦开枪啊，那是真猛啊！好了，咱看这个七侠社一顿点轻手，然后一顿正摇反摇抓啊，用抓就是用轻手抓，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正摇轻手，别的不要想，而且压制还好压制，轻手摸，跳 C 抢攻，这个是确实啊，这个人挺恶心。很多人说小狼，那你觉得七侠社这人到底赖不赖啊？要我说句实话，七侠社这个人呢，赖加上引号，为什么呢？他是赖，只是碰见有一些不会打的人他赖。说句实在话，你要真会打的人，为什么很多人说那什么叫会打，什么叫不会打？这个人适合偷鸡，他玩1-2把挺厉害，但一旦要让人适应了之后啊，他就不好打了。况且是那种经常打的，你比如说你像假冒高手，经常打假冒高手的，碰到这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经验啊，对方拳脚多长啊，对方的某些判定点这个延迟多大呀，对吧？都很恶心。你像这个东京热呢，他就是明显啊，平时很少打这种类似于像非主流一样。但是其实七侠社如果让我排名的话呢，1v1排名他有5强的实力，3v3排名呢他没有5强的实力。
但除非说你呢能把一个排列顺序排得非常好，你比如说你8神玩的特别厉害，你把克里斯排到第2位，就8克7啊，不客气啊，不客气这个组合呢还能稍微强一点点，但也没有巴朱文、巴朱克啊这些厉害，甚至是赶不上巴克马和巴克文，所以说一定要认清这个观点。咱们看奇亚社这局也是有反3的机会啊，也是这种干啊。好了，看看这一局漂亮一个架招，看看起身跳地，哎呀，这就死了。玛丽漂亮，这一局玛丽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架招是神来之笔，就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啊，这个东京热它有些招呢，尽管在赌，但是啊，人生也好啊，竞技也好，有的时候该赌则赌啊，你没办法啊。你这个架招你要不架着的话，那点血奇亚社也能归来归去的。他如果不把奇亚社抓进角落里，然后再一顿对吧，一顿子起身，比如说打强制1P是强制转身，打强制转身落地爆抓，然后妈了个蛋，而且加上爆气的这个伤害啊，那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好了，重手小葵花一下，前跳落地一个抓，好的回身重手再跟葵花3式。是狠啊！落地掏一点，回身前跳 C， 但是没有形成这个压制。好的，又是一个苦肉计。这个呢，说是苦肉计啊，就以前解说的时候呢，咱们总是认为是苦肉计。其实无非就是一个人想要跳地抢空，另一个人呢没有起跳，你跳地抢空出腿了，结果你落地呢延迟判定高，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提前抓你，因为你刚落地我抓你的话，你肯定是吃亏的啊。好了，落地发波，咱们看这一局连续的3局啊，这个东京热的8神啊，都已经是把灰灰打的有点不会了。而且这个龙2真是赶紧扔了吧，这龙2叫龙套啊，山崎龙套，玩好了就叫龙5啊。据说龙5的手上只要有枪，没有人可以杀他。但是你可以看到这8神玩的，左右一个抓，这是起身打这个灰灰不敢出下重手啊，对吧？这又是一个1v3的局面。比分虽然说是1-4，但是8神啊已经是连续赢3次了啊，这一局呢估计也差不多。尤其是奇亚社现在还没有气儿，前跳 C 过来，再前跳 C 抓过来一点，浑身重手啊哈！这到底是要摇必杀还是摇葵花呀？以我的理解，刚才摇葵花合适，因为摇葵花的话起身可以压2点重攻击的晕点。好了，回身一个正摇，朝天脚，左右发波前跳 C， 再跟一个正摇。这一局是。奇亚社只能用这个指令头来做文章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奇亚社本身这个人呢晕值不高，奇亚社和真奇亚社和真克里斯呢属于他们就是属于就是什么呢，就是治晕能力偏低，他不如表七和表克，但是表七和表克他没有赖招，你知道吗？没有那么赖的招啊。奇亚社呢奇亚社还行，管多有一个站中腿。尤其是当然如果要配上这个真奇亚社啊，站中腿就变得就神来之笔了。跳 C 落地一个抓，看看原地起跳落地下盘2点接布阵，这打中了那就废了，直接 GG 啊，这直接跪了啊！左右一个助词回身背刚，落地升龙后拉1点，原地跳 C 回身再次的被一个正摇打中，应该是没扣死啊。前跳 C 你看看就是他这个呢，很多人说不就是个跳 C 吗？你防不就完了吗？其实我告诉你啊，反正你闪身不行，刚 CD 也没有，然后呢你防住呢还怕落地被抓，跳 C 呢打后点，然后你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高手打那个高手啊，就比如他俩打，你感觉好像咱们看一下，灰灰怎么能接正摇？他这明显是慌逼了啊！他接正摇腿干什么呀？这绝对是太扯了啊！但我想说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刚才大家伙儿能看清楚啊，第一个重腿反摇手，反摇手抓过来重腿再反摇手，这招呢小的时候打电脑常用啊，打人脑也常用。就这招呢，基本上就是对方不知道该怎么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好的，踢来踢去，空中跳地抢空，落地想要抓，前。这个2-4的比分啊，这个东京热已经是连扳2局啊，主要是8神呢玩的稍微的狠了点，但这一局灰灰应该是下狠心了，这下死手啊！哎呀，前偷下盘，这个就我跟你讲啊，就是怕什么呢？就是你像为什么有的时候跳 C 抢空和跳 C 它基本上目的不是为了抢空，是为了目标朝下，就跟这个大猪似的啊。大猪打一些个儿非常矮的人呢，就非常喜欢用跳重腿，那么去打，就是这个意思啊。
掏裆手回身背刚，左右下盘2点，直接小升冷，葵花2式1个波。好了，这一局灰灰八神是爆了又啊！你看他打的跳啊，打的判定点都是非常安全的。你比如说我一个跳 C 打过去啊，如果要是对方一定不会出升龙，对方一定在忍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跳 C 出的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打到马上快落地了再出跳 C， 然后呢抓一个安全头，对方就刚 CD 也能被抓住，这也就是非常赖的啊。好了，腿巴尔助词，这一局千鹤呢是没有给八神这个那么多好果子吃，但是现在的八神还有一点血，两个人都差不多，时间快到了，千鹤左右忍一下，切防腿巴，这最后时间啊，最后时间是屌了啊！好了，看看加血，就是时间到了加血是加不了多少的。看看面对千鹤，但是也能给这个龙二欺负很惨。龙二上来排在八神后面，龙二铁没有气儿啊，想都不要想啊！哎呀，他要刚 CD， 这个灰灰这一局很聪明啊，他一个咱们看一下，他一个跳中腿是挥空的，看到没？这个是最赖的。如果正常，咱们为了能打中人，一般都是选择出什么跳轻腿啊，对吧？跳 CD 呀啥的啊，距离比较远。跳重腿呢，就是马上，而且马上快落地的时候跳重腿，一滑落地一个抓，就是骗你这边的啊。好啦，重手。好了，一个玫瑰，这一局应该说龙二啊，在角落里面应该是有点被动啊，看不看见啊？真是挺憋屈的啊！你看没看？下轻手挥空一个必杀，这个说啊，这是套路，但是感觉东京热这个手法是真好啊！就是直接起身摇，这安全下轻手挥空，然后安全指令的这个玫瑰，你要不动就是抓你，你要是动了也抓你。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呢？其实可以跳啊。好了，落地爆抓，埋了个蛋。看看刚过来，跳地抢空，原地跳 C。好的，一顿泽啊，朝天脚前跳地。好了，托马斯，看这一局两个人，哎呀，好的就一个裸杀还了个下重腿。严格来讲，我觉得合适。严格来讲，就是两个人都没什么吃亏的，因为毕竟七家社这个人呢，这个刚才没有气儿，你也没法还必杀。好的，本场比赛第一个 Turtle Game， 但这个气儿啊，对于玛丽来说爆的有点吃亏了，但是还剩1颗气儿，在气儿方面上呢，玛丽还占优势，血量呢是1/3。哎呀，开局一个假招，前跳落地想要抓，哎呀，刚才如果下重腿反应速度快，可以直接刚才下重腿反应速度快，可以直接能量闪身一个爆抓，直接就结束了啊，真心结束了。然后结果这个没闪出来，再加上这个空中抢空落地爆抓，还是七家社偏狠一点，加上比分来到2-5。这一局呢，应该说啊，也是都有险招吧。应该说这个东京热呢，他的这个玛丽啊，玩的还真是不错的啊。好了，看看这一局两个八神，前跳地，这就是跳地出走了。这个跳中腿就是出走了，人家发波了之后呢，这哥们儿为了抢空，感觉啊，为了抢空而出的跳中腿。好的，葵花30过来，百合折一勾，重手发波被刚。这个就是不能骗 CD 啊！你一般如果重手骗 CD， 或者你像有一些什么站轻手啊、站轻腿骗 CD 的啊、骗大猪啊、骗猴子啊都可以。一个不小心，如果要是所有的 CD 都能用指令头来骗的话，那这个游戏那就无敌了。那刚 CD 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啊，就只能在远距离用了。好了，跳地过来，小葵花3式。好了，看看连续的发波。跳地抢空跳 C 一抓过来，这又是哎呀，可逗死我了！这个东京热啊，这个老 K 附体接不上重手啊，真心憋屈。咱们看这是直接摇葵花3式，可能也是生自己气。
这个葵花第一式出了摇第二式，我觉得就已经是有点装逼了啊，那是扯。但是正常来讲，为什么我觉得他第三式不出是为好呢？其实他不出的话啊，这个对方也是下重手皮鞭抽死，但是最起码能给自己长一颗气儿，人马上会长出一颗气儿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最后呢，灰灰不是用别的招打死，用指令头打死，用指令头打死的目的呢，就是让自己呢是有一个让对方不长气儿啊，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由于这个东京热八神玩的比较好，然后千鹤呢2发。直接秒掉了龙二。好了，跳过来，回身一个抓啊，这确实有点狗啊！左右站 CD， 前轻手挥空，一顿点啊！好的，再打助词，是狠啊！哎呦我这个飞身太假，回身一刚。跳过来下盘再刚一点，前左右一个反抓下轻手，再跟上一个正摇。这一局应该说千鹤啊一直在被牵制，他这个有气儿啊，他不像大门和玛丽有气儿，他的打法，千鹤有气儿打这个西亚社。说句实在话，你管咋地，你先爆个气儿再说，他不爆气儿啊，也是醉了啊。哎呀，重手，这个是本身是对方跳 C， 他想打落地的抢抓。结果呢，这个抢抓没出来，出了一个重手，然后接爆抓也是因祸得福啊。然后呢，落地裸了一个升龙，把对方打中，对方最后一点血起身的一个反摇手。灰灰这一局应该说最后一刻啊是赌了啊，这明显就是赌博赌中了啊，重腿接指令头，然后起身再压制，还能有机会。但是他这个反摇手啊，让这个玛丽猜到了，玛丽直接就是一个后跳地踢中对方。看看比分是3比5，看起来这个东京热呢还是挺有抻头的啊，尤其是这个玛丽啊，其实是狠。咱们看一下八神，刚才呢东京热八神不错呢，这一局站过来一个抓是有晕点，这是直接打晕的节奏啊。站轻手点过来走抓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啊，站轻手点过来走抓，这个晕点就是继承的，因为你点轻手3秒钟就是直接你抓过来的时候还算，但是如果你要跳过来落地直接抓，没有这个点轻手的话，那就憋屈了，那就抓不着了啊，那就晕点就没有了。落地后下盘2点，但是呢没有气儿，升龙也没有，发波一下远距离连续的发波，空中跳 C 抢空，扶过来下重手再跟腿把助词，好的下手回身再刚一点，发波一下，好的套裆。这一局灰灰看来是啊，这个八神是不可能让这个千鹤见到龙二了，葵花一点后跳第一根。下盘起手助词回身再对刚，这一点血啊，哎呀，还真是能见到。下手助词，八神没有气儿破防，没有把握住。最后呢，八神是回身一个刚 CD， 也算是刚刚长出来一颗气儿吧啊，这太嘚儿了啊！来看面对玛丽，下臂站臂过来，前一个掏，哎，这个大葵花有点扯。前重手，小葵花一点，再葵花2式。发波一下前跳落地一个抓，直接重手，这个必杀嘎过来之后呢，起身不可防一波是肯定的，但是能不能1v3啊？玛丽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玛丽如果要是翻盘，对方如果是龙二、大猪、千鹤，不好翻。就是但是呢，如果是这3个人殿中的话啊，玛丽呢是比较克制这3个人的，就是他不一定比这3个人厉害，但是他比较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你像这些人都是可以通过爆抓实现特殊的这个压制效果，比如说大猪和龙二都可以在非角落里的时候呢，爆抓呢直接接上升龙指令头，就是扣地就麻了个蛋。千鹤呢咱就不用说了啊，各种 bug 玫瑰 bug 夹啊，这个也确实是啊，无可厚非。3比6之后，咱们看一下东京热这一局八神一上来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瞬间以海枯石烂之心啊，直接把这个灰灰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晕啊，比赛没到10秒钟就结束了啊。好了，跳地回身刚一点，前跳 C。好了，前一个抓，别定起跳啊！起这太嘚儿了啊！回身一刚，一顿擒，我去这一顿波，葵花一点，下盘起手轻手再摸，
好的，这一局我感觉这龙二一直在角落里啊，真是他不是不想出去啊，他也没招。其实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整啊？跳来跳去。好了，重手再跟葵花30，这是有晕点，哎，落地抓。这么有晕点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七侠社可以摇反手的必杀，但是为什么七侠社不敢摇反手？好了，重手抓过来，这个跳地落地再次跟抓，本场比赛一共3次跳抓，看没看见啊？这给七侠社欺负懵逼了啊！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啊，就是为什么七侠社不像大门和玛丽那种起身或者说往后拉的时候可以摇一个反手的指令头？就是如果要是你有安全指令3434的话呢，七侠社啊就不稳。他不像那些人，他不像包括大门，但是你要反手的话，大门就无所谓了，因为大门反手他没有招啊，他反手就是反手。你要是七侠社反手，一个不小心就是反摇手，一个抓头，那说句实在话，一个不练出来了，那对，那损失老大了，你知道吧？啊，4比6过来，下 B 下 A， 再跟葵花3世发波1点啊。连起跳，咱们看这一局，刚才东京热还是这个秒灰灰的节奏啊，这一局灰灰上来完全不给对方面子。可以看到，从这个葵花3世打进角落之后呢，就一顿角落压制。这个发波之后的位置不够出小葵花第一个，所以说他选择了一个前跳 C。这个前跳 C 正常，很多人问怎么防，出升龙是不理智的啊，因为你也摇不出来。包括这个大家伙玩游戏的时候，要针对于这个地图，有的地图卡，它的时间呢跟正常的地图时间不一样。你摇升龙，你在摇前下前的时候，对方跳 C 已经出来了。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这个升龙呢，它并不是像咱们玩什么地下城里面有什么一键啊，有一键，或者说有什么那个这个那个的啊，这个属性，所以说比较憋屈啊。下 B 下 A 距离不够，腿把接升龙是接不了那个位置，前跳 C 结果被掏。这云一手呢，这招抢空原本就打不过八神，何况是被八神防空了啊，那太嘚了啊！来看看现在布鲁玛丽，一个玛丽的上场啊，哎呀，开局跳 C 就被打了一个落地下盘，这一下就大半管血，这一套招正好半管，然后加上一个不可防御波，是狠啊！后拉下臂被爆抓，但是伤害不大，左右腿把八神一个抓，直接必杀了。这种情况下直接必杀，就死肯定是死了啊！不可防御波防不防的也无所谓，就是干啊！就是你要是 AB 闪身过来也是掏你，这样的话比分是4比7的比分。看看，应该说这3局啊，这3局都是八神，基本上都是八神。这个要不就是1P 的八神牛逼，要不就灰灰的八神牛逼。这一下也是扯了啊！好了，看看两个八神。跳地过来，两个人同时出抓，但系统的判定给了灰灰。看看登热这一局怎么个整法啊？一个掏裆手，前跳 C 回身被刚，这个跳 C 就是打的最低点啊，是防止被对方刚 CD 的，说可以废一个刚 CD。一般来讲呢，打压制可以怎么打压制呢？前方一顿打，跳 C 打安全打的时候呢，你刚过来，我为什么要刚回去？把你刚回去，尤其是在角落的话是最好的。把你刚 CD 刚回去之后呢，我起身再压制，你就可能会这个破防，你知道吧？啊，所以对于破防和马上对方带晕点这个节骨眼上，那绝对是啊，一定要千算计万算计。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呢，灰灰把这个东京热的八神打晕打死之后，这一局千鹤是从角落里逃出来，但是八神 AB 闪身能量闪身过来呢，是实现了一个普通逃，然后再次被跑抓，回身重手接上一个八智女，最后这点血 ，AB 闪身过来又是一个下轻手，这确实给打懵逼了啊！这有点打懵了。你看，正常来讲呢，4比7是挺狠啊，但是这个玛丽看看他怎么整啊？这个对东京热呢已经是第2次啊，这也是第2局了，被对方的八神打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不小心4比8啊，那就太扯了。起身不可防御波，好的，灰灰秀了一下。这如果要是说那个意识好的话，对方闪身过来，第一时间就应该重手接抓，或者说重手葵花3世。当然重手接抓呢就更狠一些啊。起身发波1点，好了，落地起身再发波，已经是毫无回天之力啊！连续的4节全都是八神啊，1v3获胜。可见啊，这个游戏说句实在话，说这个赖，说那个赖，我就告诉你，八神是最赖的，就有八神无懦夫，是狠啊！来看现在是，这边呢是2个八神过来，
开壳啊。好了，先冲落地一个掏，2点掏当手，原地起啊前跳 C， 重手前手葵花两式，第3式跟上，第3式这个其实跟不跟对方都可以出这个小葵花的，但是跟的话呢可以打对方乱动啊。发波1点，重手一掏，好了，直接小花3式起身压波1丝血，2丝血，原地起跳再小葵花，这个位置打得很好啊，确实给揪住了啊。来看现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来了啊！发波1点，跳地落地一个抓，好了，前冲跳 C， 原地起跳地，下盘起手再皮鞭一抽，哎呀，直接指令头抓住了。这一局呢，其实也是空中落地的指令头抢抓，我觉得还是八神啊想的有点多了啊，不太合适啊。好了，回身 C 头，跳地抢空，前轻手，轻手站臂，好了，回身再刚1点。哎呀，这一局打龙2，这局咱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啊，但是这一局看得出来，这个东京热呢，其实他也是现学现卖。好了，站重腿打对方这个不可蹲防，这是整个9期当中啊最特殊的一个站重腿了，没有比他再特殊的站位重攻击了。他这个站位重攻击这是必须要这个后防才能防住的。你像很多人说，那我看有很多人什么前轻手啊啥的都可以打蹲防，那个是特殊技啊，那是两码事儿。特殊技和直接的站重攻击那完全是两码事儿。但是你可以看到啊，确实是这个重腿说有点赖呢，确实也赖到什么程度呢？你们自己想。好了，跳地回身一个抓，这是又是落地的一个抢空。感觉打这个普通攻击啊，还是安全的普通攻击压制比较好。一旦打中了之后呢，你至少你没有危险。有的时候你为了抢空啊，那为了抢空提前就把这个腿伸出去了，那是直接死老惨了。好了，前这个抓，前正摇手的，如果要是这个对方起跳不就站轻手吗？那站轻手还挺赖的，这就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大猪的这个站轻手。但齐亚社呢猥琐在哪儿呢？大猪呢摇这个指令头安全的，必须要反摇前 A 和 C 一起按，或者 B 和 C 一起按。这样的话呢，因为它只有好了，这些玫瑰摔死，因为它只有重手的指令头，而齐亚社有轻手的指令头。对吧？你就正摇手没有任何的败招啊！你就要么就站轻手防空，或者是点对方人，你闪身也好，还是怎么也好。而且你要是1616点 AC 的话，是吧？1616点 C 的话啊，不点 C 点 A，1616点 A， 如果要是站轻手打中的，还能粘上指令头必杀，就是好了西塔拉腰，一能西塔拉腰，就那个必杀啊！点那个确实狠啊！好了，跳地过来下轻手接葵花3式，前跳 C 过来，左右一个掏。结果呢，被对方钻裆打中1点，前跳 C 再前跳地，空防一下下臂站 A， 好了，直接前轻手再跟葵花3式，原地起跳，空防1点掏裆手，原地起跳再勾，好了，这一顿不控制啊，再抓过来重手接，这个5比8之后呢，看起来东京热还是有机会翻盘的啊。而这一局呢，八神前期打得不错，但是被对方抓了一个必杀之后呢，现在血量直距下降，没有对方多，重手确认，哎呀。如果出大葵花的话，刚才就应该能把灰灰打成1点血，然后葵花2式直接压死，因为对方没有气儿嘛啊，可以起身跳 C 安全压制重手葵花2式，那你防不住的，没有血防。但是这就是重手的时候呢，接小葵花啊，还是有点扯了。有的时候呢，摇大葵花是合适的，有的时候摇小葵花是合适的。这个大葵花的话，因为有危险嘛，一旦重手对方起跳被挠了，假设对方起跳被挠了，对方落地，你大葵花过来打不着人，他直接就可以抓你，或者说重手抓你之类的。所以说有时候不敢出重手的葵花，或者是比如说重手挠中了之后，对方一个后能量闪身，你一个葵花顶过去，他起身还是抓你，所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咱们看5比8之后呢，这一局七家社，其实东京热他这个排法我觉得不合适啊，他是八神能给七家社留气儿，但玛丽呢是他绝对的主力，但是玛丽呢肯定是没有气儿，不用想了。反摇手这有点唐突，站臂过来前跳地抢空，前轻手防空，反正你跳不跳也是抓你，落地抓呀，刚才可以原地跳 C。走过来，回身一刚，起身可以择站重腿。好的，落地想要直抓，但是灰灰不怕。前跳地回身再刚1点。龙2这一局防守打得非常不错。其实也怪这个东京热，他这个玩的有点嘚儿吧。漂亮，这一个挡拆马上就是脱手一个反摇手，前跳 A 过来点，往前点轻手轻站臂，前跳地过来轻手下盘起手，切前一个抓。很多人说到底是出反摇前手这个抓合适，还是正摇手抓合适？其实吧，我觉得两个血量都差不多，
反摇前手这个抓呢，我觉得没有正摇手那个远，所以说通俗上来讲都用正摇手那个招式，一个是2点的伤害，一个是1点的伤害，我还真没统计过2个人到底哪个血多啊。但我看基本上多数都是摇正摇手，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正摇手呢这个就是远啊，这个测试过啊。好了，看看抬起来，但是反摇前手据说好像是延迟判定时间高。哎呀，这俩人可真逗啊，这俩人啊。这俩人一人不小心练了一个反摇手，一人一个不小心练了一个正摇腿啊，结果最后呢还是血量少的人发懵了啊。玛丽上场没有气儿，对方最起码怎么说还得有1颗气儿2颗气儿的吧啊，那你说这就不好打了。你碰我我就把你弹走，啊弹走了起身压制你就不好打，原地跳 C 这种打法啊，后跳地一蹬。其实如果一个正常来讲，2个人同时出指令头，但是呢系统的是没有判定给任何人，一个交叉。左右，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2个人都是压键了，后跳过来直接一个投技前托马斯，原地起跳轻手往前点，好了跳 C 抢扣，是狠啊，一个爆气，那这就2个重攻击就踢死了啊，一个重攻击加一个轻攻击能踢死，回身一个刚落地浅，这是要抢抓了。你跳 C 都已经抢空了我还怕你啊，对吧？啊，那肯定是不能扯了啊。好了，看看那这种情况下5比9的比分，也是拼了啊，也是拼了。看看灰灰的话是8龙7，是干啊。下臂葵花2式过来，前一个掏裆小葵花，远距离空中跳臂抢扣，下臂下 A， 然后葵花3式过来。前跳一个掏，原地啊，前跳 C， 重手前手再发波。哎呀，这个第2式葵花出的有点慢啊，他要快点的话可以粘过去，然后直接把对方打倒，然后起身再压制。但是这回呢也行，抓过来之后呢，这一个必杀也是比较稳啊。看看面对龙2的话，这局龙2，哎呀，为什么都以这个好机会啊？如果是一个跳重腿的话啊。那直接就是一个，哎呀，这局龙2漂亮，一管血的压制啊，兄弟们啊，一管血的压制啊，真心是赖啊！直接一个正摇，左右再正摇，哇操！前轻手，然后原地跳重腿，这种招式都能想得出来啊！这灰灰为数不多的一次龙2的发挥啊！腿掰过来，下重手撩空跳臂抢扣，下盘起手，哎呀！还真是给限制住了啊！千鹤呢是刚过来，下重手过来，再往前一拖，助词1点被刚。好了，改练了一个小升龙啊，这个东岳还是挺有胆量的。再打助词，腿把一跟，左右再腿把，下重手劈边。好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打你起身的时候，我腿把你必须得防吧，你不能亮闪身，我就下重手劈边。但是那个劈边没抽着啊，是挺憋屈的。最后呢又是起身一个助词。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龙2啊，把这个千鹤打了挺多血。虽然说自己的八神死得挺惨啊，扣过来前下臂下 A 站 A 过来往前点。千鹤这个助词其实真不好摇啊！大家伙知道摇助词必须是前下后前下后这个轻手双击这么近的距离，你看啊，伸出这个助词，这好像是个重手的助词，看得出来摇得很快啊，但是没用，最后呢还是被刚死。3颗气的玛丽，严格来讲应该是很占优势。落地重手被刚，气压射，好了，落地想要抓一顿轻手点，前跳 C 抢扣，前跳 C 再回身逆向跳 C 后拉，哎呀，站 CD 漂亮，这要死了，这要是狠的话，跳重腿接必杀啊，这是最狠的。前轻手，左右后 CD 一顶，完了，漂亮，智商压制，回身一个前直接一个抓，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比10啊，最终呢。灰灰啊，还是获得了胜利。其实呢，我觉得灰灰这个龙2啊，如果换成大猪和千鹤啊话，我觉得这个东京热应该是过不了5。但是呢，可以看出来东京热他的这个马力还是挺厉害的啊，包括8神也有几次非常不错的发挥。千鹤呢稍微差一点点。下一场的比赛呢是来自于非常精彩的一个火之意志传承者，来自于老妖和陶小鸭的1v1草地精对决，也是非常好看。感谢大伙的收听，大伙下期再见，点击订阅我哟。